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呀，加密货币市场有些红火了啊！比特币最高涨到了32000美金，而以太坊最高涨到了2000美金左右啊。这两个币今天差不多都有10%左右的涨幅。目前呢，各大社区也都是一片兴高采烈、红红火火的，都认为牛回来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关键时间点啊，那就是明天是6月1号了，美联储就要正式开始缩表了。所以呢，各位大家综合一下来思考啊，看明天要缩表，而今天呢，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就有了一些反弹涨幅。所以呢，各位观众，你们觉得牛是否真的回来了呢？又或者是今天的这波上涨仅仅只是假突破，仅仅只是诱多呢？接下来我们是否该进场跟上这波行情，跟上这波牛市呢？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那各位准备好迎接高空传来的钟声吧。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反正呢，最近我的节目你们都应该看到了，我可是及时的叫你们避险了啊。那今天这一波上涨，我们该进还是该出？面具人，我判断的究竟准不准？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当然了，也有可能我会忘了说啊。没有说数字，那就是没有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或者是没有数字啊，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啊，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下一期节目之前呢，我把它公布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我先来给大家从技术面上来说一说最近比特币、以太坊的走势，来判断一下今天这波行情到底是真涨牛回来了还是假突破啊？各位看图。比特币从15分钟线看起来，29000左右涨到了31000、32000，这种涨幅看起来好像挺猛的，给我们了一种牛归速回的感觉，对吧？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程度的上涨是否就意味着牛真的回来了呢？好，我们再把图放到日线级别来看，这种下行的反弹绿线出现了很多次，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出现了绿线反弹了，就是开启了上行通道了，就是牛归来了。咱们就用最近半年的数据来看啊，绿线反弹，无论是绿线的长与短啊，看我黄色标记的这个地方，出现了绿线反弹之后的点有很多，但是呢，我黄色标记的这些区域，绿线反弹之后不但没有开启牛市，反而紧接着就是急跌，并且呢是每次反弹之后跌下来的更多。那么根据这些数据来看啊，绿线反弹只能是一个短期的抬升，目前呢只有这个情况能看出来，短期的抬升你并不能证明啊。至少我们从最近半年的数据都看不出来，每次绿线反弹了以后，就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反而呢，绿线反弹了之后，就是大跌，越跌越低。就像面具人，我长期以来啊，最起码是这1-2个月一直给大家说的，目前的这种行情，我们只能做投机，赚上几个点就跑。大家再来看这张图。以太坊的这种规律就更加明显了。顺便提醒一下各位，你们等会儿看完了这期节目，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其他的土狗币呀、项目币呀，你们就能发现我说的这种规律就更加的明显了。所以呢，各位，像今天的这种涨幅出现今天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以前的节目都讲过啊。连续2根或者3根以上的阳线，你可以追进去投机一下，赚到几个点就跑就行了。至于只拿半天
一天的涨幅来去判断牛市就归来了，得出来这么一个结论，我只能说你太嫩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咱们再继续回过头来看这张图，来，大家仔细观察，之前的阳线微涨、略涨、反弹之后啊，就是下跌，越来越低，而且之前的这种走势还是建立在减息、量化宽松、疫情封锁的前提下，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全球加息，货币紧缩，政府还要将人力赶回制造业，所以说之前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啊，社会情况不一样，经济情况不一样，国家政策不一样。那么如果之前的宽松政策流动性溢出的情况下啊，出现一根绿线之后都是震荡下行，那现在市面上资金明显不足，流动性明显不足，币圈还连续暴雷，整个币圈的信誉都在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比之前的走势还要强劲了吗？而且币圈能否上涨，大家也不能完全说哦，看现在美股涨了，所以呢币圈就得涨了。那面具人我就想告诉你们啊，比特币现在与美股的正相关性只能是一个概率问题，否则呢也不会出现上周美股涨了，比特币反而跌的这种事情，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各个国家都通货膨胀，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加息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对吧？嘿嘿，我来告诉你们，加息是怎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的。实际上呢，通货膨胀的本质是因为供应链不足而导致的货品不足，所以呢就会卖贵啊。那么加息它是怎么去抑制通货膨胀的呢？并不是说加息本身就能抑制通货膨胀，而是因为加息会缩小人民的钱包，会让大家的钱变少。那大家的钱变少了以后，加息就可以逼人们去参与工作，这样的话生产力、供应链就上来了，那么通胀就降低了。如果说大家不生产了，反而在家玩金融就能把钱赚了，那么政府搞什么加息的算盘岂不是白打了？现在不光是美国加息啊，英国、法国、加拿大、欧洲、澳洲、新西兰都在加息。而且大家要记住啊，币一旦下跌了以后，它每一次下跌就意味着你想拉盘需要更多的资金。目前呢各个资本机构也被加息拖累，搞得他们现在资金的成本很高啊。那很多这些资本，他们反而会把钱去投到一些更稳妥的地方，而不是说搞这种投机性拉盘。所以呢，也就导致了币圈现在没有大资本进场啊，或者是大资本进场的不多，概率很低。那这又导致了整个币圈的流动性比较差。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呢，你想拉升倒不是不可以，可以拉一下啊，别叫，等会儿陪你玩啊。我刚说哪儿了啊？现在流动性比较差，拉盘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可以拉。而且呢，面具人我观察了一下啊，韭菜们现在的情绪还普遍比较良好。那我是庄家的话，我也会拉一拉试一试，对不对啊？因为这些你干啥嘛？等会儿，等我录完节目啊。现在币圈的流动性比较差，而最近的下跌又维持了快1个月了吧？所以呢，韭菜们基本上已经适应了这一次下跌带来的恐慌。目前呢，心心念念、期期盼盼的觉得跌了1个月了，是不是牛该回来了？总该涨一下了吧？那么现在拉拉盘增加一些流动性造成一些利好的感觉，倒也不是不可以。你们仔细观察韭菜们是没有记忆的。从4万多跌下来，跌到2万多，从4万多跌到2万多，涨回来涨到3万多，韭菜们就觉得没有跌，是牛回来了。我都不知道这些小学生他们的这个小学算术及格了没
还是说只有幼儿园的水平从4万跌到2万，2万再涨回来到个3万，就是牛回来了。好家伙，那合着中间还有1万块钱不翼而飞了。所以说呢，韭菜们没有记忆的话，我是庄家，我也会拉一拉试一试。但是呢，各位记住，明天就6月1号了，美联储会如约而至的开始缩表，明天就正式开始缩表了。所以呢，今天的这波上涨能否维持，我们拭目以待哦，对了，还有6月1号缩表，6月15号大概率还会加息，加50个基点是大概率，小概率可能会加75个基点。各位，市面上的资金到底还够不够支撑今天各大社区里面传的牛龟来了的传言呢？ We will see。反正呢，今天早上我也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警告过了我的各位会员了我警告过风险了，我说过了今天诱多的嫌疑比较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就是尝试投机操作，赚上几个点就跑各位，面具人，我今天的判断准不准？明天咱们就能见分晓了。好了，顺便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最近也在准备一些实业赚钱的项目，准备了一些稳妥稳定的生意为了迎接疫情之后的实体经济复苏，如果你们想要投资操作思路，包括一些进场点位还有一些避险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项目的投资，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 进入我的投资群，进入我的会员群，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现在还是可以去那些什么梭哈群那些抱团取暖群祝你好运，再见。